老二、老三，你看这也快到咱爸家了，咱们先商量一下，咱爸到底上谁家去住吧？大姐，你看我在家闲着没事儿，要不让爸去我家？大姐、二姐，要不让爸去我家吧？我们家房子大。行了，老三，平时你那个婆婆都对你挑三拣四的，如果爸再去你家，那你就没好日子过了。哎，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要不我们问问爸的意见吧？行啊，大姐，我们都听你的。那走吧。爸，哦，你们过来了。来来，快坐下，快。好。好。今天怎么那么急啊？爸，听说你都把果园卖了，现在也没地了，我们想来啊，叫你去我们家住。就是啊，爸，你看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们也不放心。就是啊，爸，你看你啊，年纪也大了，要不你就别一个人在家住了。闺女啊，我虽说年龄大了，现在身体啊还算硬呢，自己住挺好的，就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我们孝敬你，不都是应该的吗？是啊，爸，我们孝顺您是应该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添什么麻烦呀？要不爸，你看看，你想上谁家去住呀？要不先上我家吧，我是老大。我谁家我现在也不想去，我就想自己在家。爸，你就别一个人在家了。你说你要是有个头脑热，这身边也没个人，我们怎么能放心啊？就是啊，爸，你看我们还得上班，还得来回的跑，要不你去我家吧，我家房子大着呢。就是啊，爸，你看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上我们那儿去吧，我们那儿热闹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关于爸去起家的问题啊，咱们就不说了，咱们说点别的，好吧？一会儿爸带你们去吃饭，行吧？行，爸，你不愿意去啊，我们也不勉强了。你哪天想明白了，要是想去我来接你。是啊，爸，你要是想明白了，想去我家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好了好了，爸刚才都说了，等爸考虑清楚再说吧。你看，好久咱们都没聚一块儿了，今天爸请客，爸有钱了，那卖了几十万呢。走，咱们去饭店吃去。行吧，爸。这三个女儿都想让我上她家去住，她们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为了我的钱呀？有了。慧慧，慧慧，爸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快坐，快坐吧，把这放下。你这拿着行李是想明白了来我家住了？慧慧，这想明白不想明白都没办法，都得来你家住。爸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没办法呀？慧慧，也怪爸没本事。你说咱那果园赔的钱吧，丢完了，被人盗了。什么？钱丢了？是啊，慧慧，你说我在家现在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所以呀，我就上你这来了。以后啊，我就依靠你们了。你依靠谁呀？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亲家母啊，叫谁的亲家母啊？我以为你是来给你闺女送钱的，没想到你是让你闺女给你养老的。谁给你养老啊？妈，你别说了。爸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前几天我们去的时候，你直接把钱给我们分一分不就好了吗？也不至于现在让别人给偷了呀。我不说谁说呀？想在这养老，妹妹，
你说了，一点本事没有，弄点钱能看丢，简直就是一个废物。我告诉你，慧慧，这个老头子不能在我们家，如果在我们家，眼睛都跟他一块混蛋。妈，爸，你还是走吧。你看，这都怪你，你要是不把钱给弄丢了，也不至于这样啊。慧慧，你可是我的女儿啊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你都应该养我。爸，这你也看到了，你看我妈那样，这我也没办法呀。你要是有钱的话，你在这住，你还能说过去。主要是你现在都没钱了，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？慧慧，你这意思，爸没钱，你就不养爸了？你们家决定不让我住了？爸，你还是走吧，你呀，真不能在这儿。慧慧，我能去哪儿？行了，爸，你去大姐、二姐家住吧，我呀给你拿着行李。慧慧，走吧，爸。珊珊，珊珊，哎，爸，珊珊，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珊珊，我上慧慧家了，被她婆子给赶出来了。爸，我早就说了，她那个婆婆啊不是人。你去她家干什么啊？你要想来住，来我家呀。不只是她婆婆，那个慧慧也不行，我算白养了。爸，这我妹妹怎么了？这个慧慧啊，一听说我的钱丢了，也不让我在那住了。什么？钱丢了？钱怎么会丢呢？昨天晚上家里去贼了，把钱全部偷走了。爸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几十岁的人了，连钱都看不住，你说你还有什么用啊？你说你要是早点把钱都给我，能有这事吗？珊珊，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？现在爸1分钱都没有了，吃饭的钱都没有。我这兜里也没多少钱，你拿过去还能吃一顿饭呢。以后啊，我家你就别来了。我想在你们家住下，让你给我养老。珊珊，就那11块钱，我吃了这顿，下顿咋办啊？这11块钱也能吃顿饭呀？那你想要多少啊？爸，你真够贪心的。这我们家我又不上班，还有2个孩子要照顾，我哪有时间照顾你啊？珊珊，你前几天还说着的，让我在你们家住，你给我养老。那前几天跟现在能一样吗？那前几天你有那么多钱，现在呢身无分文。珊珊，你说这话的意思，我没钱，你就不给我养老了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把你养大的，我养你小，你得养我老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，你又不是养了我一个，还有老大老三呢，你去找他们呀。这上有老大，下有老小，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。哎，行了，这钱你不要你就走吧。珊珊，珊珊，珊珊。哎，爸，你这是去哪儿呀？小梅啊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还哭起来了？小梅啊，爸伤心呀。
你先别哭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先对我说呀。小梅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去慧慧家了，被她婆子给赶出来了。我又去珊珊家了，珊珊一听说我的钱丢了，连家门都没让我进呀。什么？他们两个居然这么对你？小梅，你说爸这以后可咋办呀？现在爸是身无分文了，那两个孩子都不养我。爸，你怎么会身无分文呢？你前几天不是还说有几十万呢？小梅呀，你不知道，咱们那个果园赔的钱80万呀，都被偷走了。你说爸以后怎么办呀？指望什么养老啊？爸，你别难过了，你不还有我的吗？我给你养老。小梅，你愿意给我养老？小梅呀，你可是个抱来的孩子啊！我那两个亲闺女都不给我养老，你愿意给我养老？爸，虽然我不是你的亲闺女，但是你养我大也不容易啊！你的养育之恩，我得报答。这养育之恩大于天，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，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小梅，你真是这样想的？再说了，我去了，那小辉他能同意吗？还有你那公公婆婆，他会同意吗？爸，小辉呀，是个孝顺的人。再说了，我公公婆婆也都通情达理的。再说了，我养你又不花他的钱，我养你了以后再养他，他也不会再说什么。那行，小梅，我以后养老就依靠你了。那行，爸，那别站在这儿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小梅，爸还有话给你说。什么话呀，爸？小梅啊，其实吧，爸的钱没有丢。没有丢？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丢了呢？小梅，对不起哈，爸说丢钱，也就想试探试探你们，没想到我那两个闺女还不剩你一个养女。小梅，以后这个钱我全部交给你，我以后养老啊就靠你了。爸，你那个钱呀，我不要，你留着自己花吧。小梅啊，以后我都依靠你了，我哪里还能用得到钱呀？是吧？把这个钱都给你。爸，先别说这了，你看这天这么冷，咱们先回家吧。行，回家。走。